俄乌战争中最亮眼的武器莫过于无人机，而乌兄弟用其以小博大，屡获战果，牵制了侵乌俄军大部分的精力。最近更是再次打到了莫斯科了，让普京不得不下令加强对俄乌边境的控制。据美联社28日的报道，有几架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发动了攻击，其中一架打到距离莫斯科仅100公里的地方。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即害怕地下令要加强对俄乌边境的控制，甚至俄当局还关闭了圣彼得堡上空的空域，以防止再次受到打击。火力军没记错的话，这个月应该是第2次了吧？第一次是在2月6日，当时有一架挂载100公斤高爆炸弹的无人机在莫斯科外150公里处凌空爆炸，不过好像一直没人认领。而这架据现场坠毁的无人机图片显示，这架无人机是乌克兰制造的机型，射程据说可达800公里。不过由于没有携带大量炸药的能力，加上其余2架无人机在俄罗斯电子战部队的干扰下失去控制，偏离了飞行路线，所以此次袭击莫斯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火力军在想，若是将这次的无人机换成进阶的巡飞弹，结局会怎么样？莫斯科还能挡得住吗？在近几年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中，巡飞弹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凭借多平台投放，能在目标所在区域上空长时间巡弋并伺机而动，能够以较低成本执行监视任务、精确打击、电子对抗、毁伤评估和空中预警等任务，让各国纷纷加大了研发与列装力度。尤其是在经历了1年的俄乌冲突之后，有几款巡飞弹被炒得火热，比如以色列斯皮尔 UAV 公司在2022年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推出的毒蛇旋翼巡航导弹。前不久，美国陆军刚发布信息征询书，旨在寻求开发适用于旅级以下部队的巡飞弹，或是 IAI 公司推出的可由单兵发射、操作和回收的 Point Blank 巡飞弹。如果没有意外，韩军将从今年起正式使用从该公司采购的4旋翼巡飞弹。除此之外，还有俄罗斯在军队2022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展出的可由单兵发射的 LAOP-500 巡飞弹，以及印度在 Defense Expo 2022防务展上展示的阿楚克巡飞弹等等。但实际上，巡飞弹与无人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巡飞弹就是无人机进阶的产物。在90年代，美国、以色列等国就先后开启了巡航导弹的研发之路，只不过当时还未有巡航导弹的概念。于是美国便着手研制了洛卡斯低成本自主攻击弹药，而以色列则在其军队的作战实践基础上研制了哈比系列无人机。这些刚诞生的巡飞弹体型较大，所以战斗部的载荷也很大，如洛卡斯战斗部就有 7.7 千克，哈比更是高达32千克，这使它们如同一架架飞在天上的火药桶，能够在飞行至目标区域上空后直接攻击敌人的装甲车辆、雷达等装备设施。洛卡斯与哈比相比，因采用了折叠弹翼、多模导航系统以及喷气式发动机，不仅具备了一定时长的制空能力，而且还能根据需要调整飞行路线和打击对象，这为此后巡航导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巡飞弹家族。若是仅从发射的方式上看，巡飞弹就可以分成火炮、火箭炮发射型、机载投放型、车载投放型和单兵投放型。像以色列的戴利拉属于机载投放型，美国的弹簧刀则属于微型单兵投放型。而从作战用途上分，巡飞弹又可以分成侦察型、攻击型、电子战型和综合型等多种型号。如俄罗斯的 R90、以色列的陨石巡飞弹都属于侦察型，主要用于执行侦察监视、毁伤评估等任务。有的侦察型巡飞弹还可担负中继通信等任务。但就目前而言，更多型号的巡飞弹是空中的敢死队，属于攻击型号，像俄罗斯的柳叶刀和 QB-BLA 巡飞弹，英国的火影巡飞弹，伊朗的见证者136巡飞弹，以及印度的阿楚克巡飞弹等等。大家可能也能看出来，巡飞弹虽然是在无人机基础上配合精确制导弹药技术和巡航导弹技术后联合研发的产物，但明显已经走在了与无人机划分界限的路上。
与无人机相比，巡飞弹的研发重心偏向弹，所用材料价格较低，不仅可大量使用，且都是同归于尽的打法，其使用审批权限也不高，所以具有准备时间短、反应速度快等优点，可有效攻击一些时间敏感类目标。而与精确制导弹药和巡航导弹相比，巡飞弹又凸显出其飞行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比如，巡航导弹通常不具备在战场上方盘旋的能力，一旦错过目标，就很难再命中；而巡飞弹则可在指定作战空域长时间停留，直到找到目标后再发动攻击。所以，若是将无人机换成巡飞弹，对莫斯科的攻击和成功率肯定会更高。至于莫斯科拦不拦得住，结局会怎么样，这就要看进攻的巡飞弹数量有多少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若是在无声无息之间，有数以千计的巡飞弹出现在莫斯科上空，一架架小型无人飞行器扑面而来，凭借数量优势，向着地面的装甲车、快艇和保护人员俯冲而下，一团团烈焰伴随着爆炸声腾空而起。虽然这仅仅只是幻想，但是伴随小型化巡飞弹的出现，让这一幕成为了可能。首先，早期的巡飞弹由于体型较大，所以多用于打击较大型的目标。可如今，航空技术的进步，各种新材料、新工艺的出现，让巡飞弹正式步入小型化的阶段。尤其是伴随现代战争形势的变化，小型化巡飞弹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在小型化方面极具代表性的，便是由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公司研制的萤火虫巡飞弹。这是一款小型的单兵武器，长约40厘米，重约2.26千克，非常适合在城市战中攻击敌人的有生力量、车辆以及火力点等目标。而若论国际典范，那自然还是美军的弹簧刀最为优秀，主要用于精确打击，可使小规模作战部队在无空地火力支援的情况下打击固定或移动目标。当然，巡飞弹也不一定非要小型化，小有小的优势，大有大的效果。毕竟更大的体型意味着更大的载荷与航程。就比如在哈比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哈普洛巡飞弹，够大吧？它不仅能在空中持续飞行9小时，航程达到1000公里，其战斗部更是重23千克。曾在纳卡冲突期间，阿塞拜疆军队便使用哈洛普巡飞弹，成功摧毁了亚美尼亚军队 S-300P 远程地空导弹系统的雷达。又或者如伊朗的见证者136、美国的阿尔提乌斯700，以及英国的部分火影巡飞弹等，也因有着不小的体型和战斗部，在圈子里享有盛誉。其次，现在的巡飞弹系列化、模块化已经成为其发展的常见模式。像以色列有威神公司研发的英雄系列巡飞弹，便有多个型号，有可用发射筒发射，飞行距离为15千米的英雄30，有可用轨道发射，飞行距离可达上百千米的英雄1250等。每个型号都有其擅长打击的对象。美军的弹簧刀系列巡飞弹也同样体现着这一特征。而之所以选择模块化，是为了让巡飞弹能够高效地完成多种打击任务。像美国的阿尔提乌斯系列巡飞弹就采用了此类设计，可以根据战场需求来替换不同功能的模块单元，完成不同的任务，如搭载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对战场进行区域侦察。又或者像波兰的战友巡飞弹，不仅有侦察型、攻击型之分，其攻击型还可以换装高爆弹头、穿甲弹头、高爆燃烧弹头等弹头，从而执行不同作战任务，目的也是为了缩短打击反应时间，提高打击自由度。最后，相对较低的制导与使用价格，让巡飞弹的数量与质量有了很大提升空间。而且巡飞弹具有较强生存力、较高的打击自由度，以及在战场的实际表现，都让它成为了各国追捧的热点兵器。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其前不久正式发布的信息征询书表明，美国正在3个方面寻求巡飞弹的发展，即为单兵可投掷弹药寻求合适的空中投掷平台，为现役小型无人机加装弹药投放设施，以及研制新型巡飞弹。此目标若达成，再配合上 F-35，今后那个多层次分布式协同作战构想，其作战能力必将更上一层楼。
我们可以从巡飞弹的缺点、作战特点等方面入手，如现有的大多数巡飞弹速度较慢，战斗部威力有限，又或者可以在智能化集群作战、一体化协同、平台发射上入手进行增强。像当前的目标实时搜索跟踪技术、导航制导控制技术、集群控制技术等的发展，已使一些巡飞弹获得了一定的目标识别能力。若是进一步借助人工智能，无疑将成为今后巡飞弹能力提升的关键。如以色列的毒蛇旋翼巡飞弹、俄罗斯的立方体巡飞弹，均已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实时对目标进行分类与识别。总之，巡飞弹的进一步智能化，不仅可以让其像孤狼般自主执行作战任务，也能为其实施蜂群攻击战术奠定基础，将巡飞弹已有长处变得更长。而且用人工智能统领巡飞弹蜂群的效果，大家在2021年以色列国防军组织的世界首次巡飞弹集群实战中应该有所体会。在几个小时内，以军便部署了这一全新的系统，并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复杂地形中寻找和摧毁了数十个隐藏的敌方目标，或是选择增强一体化协同能力。伴随着现代通信技术、自组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未来的巡飞弹必将成为网络一体化作战中的一份子，能通过联网实现与其他作战系统间的信息共享。目前，美国据称已进行过美洲狮无人机与弹簧刀巡飞弹的海上协同作战测试，最后也可以选择增强多平台发射能力。目前，各国将巡飞弹集成到其他作战平台上的动作频频。陆战装备方面，德国新亮相的 KF-51黑豹坦克配备了巡飞弹。海上装备方面，俄罗斯在舰艇上发射立方体巡飞弹的测试已经成功。空中装备方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直升机操控英雄 410C 增程型巡飞弹，完成了对4000米外目标的打击。此外，美国还测试了用女武神无人机投放阿尔提乌斯巡飞弹。各国在这方面的举措势必会随着巡飞弹功能的提升不断推出。此外，巡飞弹今后还将在侦察范围与打击精度、快速反应能力、滞空时间等传统领域继续发力。这些方面的进步同样有助于巡飞弹融入更广阔的战场。好了，关于莫斯科再度被袭，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见。